每天清晨闹钟响起的那一刻，你是否曾感到过一阵深深的无力感？这并非单纯源于身体的疲惫，而是来自心灵深处对重复生活的厌倦。我们被迫醒来，机械的刷牙洗脸，挤进拥挤的地铁，面对堆积如山的邮件，处理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琐事。这种日复一日的循环，像是一个无形的牢笼，将我们的热情一点点磨灭。我们不禁会在夜深人静时质问自己，难道我的人生就仅止于此吗？我们渴望那种史诗般的英雄旅程，渴望改变世界的伟大时刻，但现实却总是将我们无情地拉回柴米油盐的平庸之中。现代社会不仅贩卖焦虑，更贩卖一种关于使命的巨大幻觉。我们被灌输了一种危险的观念，认为只有站在聚光灯下，只有获得世俗认可的巨大成功，人生才算是有意义的。这种思维让我们对当下的生活产生了强烈的排斥感。我们开始轻视手头的工作，厌恶照顾家人的责任，甚至觉得每一次洗碗，每一次倒垃圾都是在浪费生命。我们活在未来，活在幻想中，却唯独没有活在现在。这种与现实的割裂，正是现代人焦虑与空虚的根源。我们拼命想要逃离的平庸，恰恰是我们生命最真实的组成部分。然而，2000多年前的斯多葛哲学家们却对这种平凡的生活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那些古罗马的智者而言，通往智慧与宁静的道路，并不在遥远的山巅，也不在隐居的修道院里，而恰恰隐藏在这些最不起眼的日常琐事之中。斯多葛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曾提出一个核心概念 ，Kathekon， 意为恰当的行为或本分。这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术语，它是一把钥匙，能够解开我们对平庸生活的恐惧，将最枯燥的例行公事转化为一种神圣的精神修炼，让我们重新看见生活的价值。试想一下，如果洗碗不仅仅是为了清洁盘子，而是为了磨练你的专注与耐心；如果回复一封难缠的邮件不仅仅是为了完成工作，而是为了练习你的宽容与智慧，你的生活会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并没有所谓垃圾时间，每一秒钟都是生命的赐予，每一件小事都是展现美德的舞台。我们痛苦，不是因为事情本身琐碎，而是因为我们赋予了这些事情卑微的标签。一旦我们撕下这个标签，世界将会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展现在我们面前，那是一种充满秩序与宁静的壮丽景象。我们常常误以为哲学是用来高谈阔论的，是用来在宴席上展现智力的装饰品，但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哲学是一种生存的记忆，就像木匠手中的刨子，或者是摔跤手身上的肌肉。如果你不能将哲学应用在堵车时的烦躁中，不能应用在与伴侣的争吵中，不能应用在面对巨额账单的压力中，那么这种哲学就是毫无用处的废话。真正的修行不需要你剃度出家，也不需要你抛妻弃子，它只需要你在每一个当下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角色，并将这个角色演绎到极致。伟大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作为当时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他的每一天也充满了繁琐的公务、无聊的会议和令人厌烦的奉承者。他在审思录中无数次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周围的人和事而感到厌烦，要像一个真正的罗马人，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专注于手头的工作。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皇帝就觉得处理政务是低级的，相反，他将履行职责视为顺应自然法则的最高表现。如果连皇帝都需要在琐事中寻找平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去抱怨生活的平淡呢？这就是恰当的行为的精髓所在。它要求我们放下对结果的过度执着，转而关注行为本身的正确性与合理性。当我们不再将幸福寄托于未来的某个宏大目标，而是学会在每一次呼吸、每一个动作中寻找圆满时，焦虑就会自然消散。这并不是要我们放弃追求，而是要我们在追求的过程中不迷失在对未来的幻想里。我们要做的是在泥泞的现实中种出最纯净的莲花，在喧嚣的市井中构建内心坚不可摧的堡垒。在这个视频中，我们将深入探讨如何将斯多葛哲学中的本分概念应用到现代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我们不会只谈论抽象的理论，我们将提供具体的操作指南，
教你如何重塑大脑的神经回路，让你在面对周一早晨的闹钟时不再感到恐惧，而是充满一种平静的使命感。这是一场关于认知的革命，它将彻底改变你与工作、与家庭、与自我的关系。你将发现，原来你一直寻找的圣杯，其实就藏在你每天忽略的那些细节里。我们必须明白，生命并不是由那些高光时刻组成的，而是由无数个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堆砌而成的。如果你无法在这些微小的瞬间中找到安宁，你将永远无法在巨大的成功中获得满足。贪婪的本质就是永远想要别处的生活，而斯多葛的智慧则是深深地扎根于此处。当你学会了拥抱恰当的行为，你就掌握了将平凡转化为非凡的炼金术，你就不再是生活的受害者，而是命运的主人。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走进斯多葛学派的智慧殿堂，去重新定义什么是职责，什么是自由。请暂时放下你对未来的焦虑，放下你对过去的懊悔，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到当下。接下来，我们将一层层拨开恰当行为的奥秘，看看这些古老的智慧如何像一把利剑斩断现代生活的混乱与迷茫。这不仅仅是一次哲学的探讨，更是一次灵魂的苏醒。要真正理解恰当的行为，我们首先必须打破对责任这个词的刻板印象。在现代语境中，责任往往意味着沉重的负担或被迫的无奈，但在斯多葛哲学中，它代表的是一种恰如其分的行为。这不是关于道德洁癖的完美主义，而是关于顺应自然的合理性。就像植物开花、蜜蜂酿蜜一样，人类作为理性的群居动物，也有其特定的自然功能。当我们感到痛苦时，往往是因为我们试图违背这种自然属性，去追求那些不属于我们本分的东西。恰当的行为就是那条让我们回归自然秩序的绳索，指引我们在混乱中找到稳定的节奏。早期斯多葛学派区分了两种行为，一种是只有圣人才能达到的完美行为，另一种就是我们普通人每天都在实践的中间性义务及恰当的行为。这是一个极具慈悲的概念，因为它承认了我们的不完美。我们不需要一开始就成为圣人，不需要每一刻都充满神性的光辉，我们只需要在每一个具体的场景中做出最符合当下逻辑和角色的选择。无论是照顾生病的父母，还是完成一份枯燥的报表，只要这是你当下角色所要求的，并且你尽力去做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接近智慧的修行。让我们借用斯多葛哲学中经典的射箭者比喻来深化这个理解。一个弓箭手的本分是选好弓、调好弦、瞄准靶心，然后尽全力射出那一箭。至于箭是否能射中红心，那受到风向、目标移动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并不在他的完全控制之中。恰当的行为关注的是拉弓和瞄准的过程，而不是中靶的结果。如果我们把自我价值绑定在结果上，焦虑便如影随形。但如果我们把焦点收回到尽本分这个过程上，我们就能在任何结果面前保持内心的不动摇。艾比克泰德曾经提出过一个震撼人心的戏剧比喻，这是理解恰当的行为的核心工具。他说，记住，你是一出戏剧中的演员，剧本由剧作家决定。如果他希望你演乞丐，你就得演好乞丐；如果他希望你演跛子、君王或平民，你也得演好。这段话的深刻之处在于，它将我们从为什么是我低受害者心态中解放出来。我们无法选择人生的初始设定，无法选择父母、天赋或遭遇的时代，但我们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去决定如何演绎这个角色。在现代职场中，这种思维转变具有巨大的力量。许多人对工作感到痛苦，是因为他们觉得这份工作配不上自己的才华，或者老板不值得追随。但从恰当的行为的角度看，只要你还在这个职位上，你的角色就是员工。一个斯多葛主义者不会因为老板的愚蠢而降低自己的工作标准，因为那样做是在侮辱自己的角色，而不是惩罚老板。你会按时交付高质量的成果，不是为了讨好谁，而是因为把事情做好是你作为一个理性存在者的本分，是你维护自己内在秩序的方式。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家庭关系。当你深夜起来为哭闹的孩子换尿布时，这不是一种倒霉的苦差事，
而是你作为父母这个角色所必须履行的神圣职责。当你面对年迈父母的唠叨时，耐心的倾听就是你作为子女的恰当的行为。这些看似琐碎的行为，实际上是宇宙大秩序在微观层面的体现。每一次你克服自私与懒惰去履行这些职责，你就是在向宇宙证明你是一个合格的理性生物。这种自我认同感比任何外在的赞美都更持久。马可·奥勒留常常用蜂巢与蜜蜂的关系来提醒自己。他说，对蜂群无益的，对蜜蜂也无益。我们的本分行为本质上是为了维护整体社会的运转。当你意识到你手中的小事其实是整个社会协作网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时，你就不会觉得孤独或渺小。清洁工扫地，医生治病，司机驾驶，每个人都在守护着属于自己的一角。这种万物一体的视角能让我们在执行枯燥任务时感受到一种超越个人的崇高感。为了将这种哲学转化为日常本能，我们需要引入一个强大的心理工具——清晨的角色预演。每天早上醒来，不要急着看手机，花2分钟问自己，今天我要扮演哪些角色？可能是父亲、丈夫、团队主管、公民。然后预想每个角色可能面临的挑战。孩子可能会任性，伴侣可能会有情绪，下属可能会犯错。告诉自己，无论发生什么，我都要在这些特定的场景中展现出与角色相称的耐心与智慧。这就是将恰当的行为植入潜意识的过程。在履行本分时，最大的障碍往往来自他人的非理性行为。我们常说，我想做个好人，但他们太过分了。这时，斯多葛哲学告诉我们，他人的失职不能成为你失职的理由。如果别人对你无礼，那是他们背离了自己作为友善人类的本分，那是他们灵魂的疾病。如果你因此而愤怒失态，那么你也背离了自己的本分。保持高贵的沈默和不动气的优雅，正是在混乱中坚守恰当的行为的最高境界。你是一块礁石，任凭海浪拍打，依然屹立不动。我们还必须警惕一种叫做拖延的心灵病毒，它本质上是对恰当的行为的逃避。当我们拖延时，我们是在告诉自己，当下的这个职责太痛苦了，我想要逃到未来的舒适中去。但这是一种双重损失，你既失去了当下的安宁，也增加了未来的负担。斯多葛主义者会练习立即行动的艺术，当职责出现的那一刻，就像士兵听到号角一样，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不给大脑留出编造借口的时间，直接切入行动。你会发现，恐惧往往在行动开始的那一秒就会烟消云散。此外，恰当的行为包含了一个重要的维度：自我照顾。很多人误以为斯多葛主义是苦行僧式的自我虐待，这完全是误解。你的身体和精神是履行一切职责的载体，因此保养身体、保持健康、适度休息，本身就是你对自己的一种核心责任。如果你因为过度劳累而崩溃，你就无法履行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所以，吃一顿健康的饭，睡一个好觉，去健身房锻炼，这些都不是享乐，而是为了让你这个工具保持最佳状态的必要维护。在实践中，我们还要把不得不做的语言模式转换为我选择做。当你说我不得不去开会时，你是在暗示自己是受害者。当你说我选择去开会，因为这是我职责的一部分时，你就拿回了主动权。语言塑造现实。当你开始用主动的语态描述你的日常义务时，你会惊讶地发现，那种沉重的压迫感减轻了。你不再是被生活推着走，而是自己在驾驭生活的战车。这种对本分的坚守，最终会沉淀出一种深沉的自信。这种自信不是建立在别人的掌声上，而是建立在对自己行为的掌控上。你知道自己每天都在做正确的事，无论有没有人看见。这种内隐的荣耀是斯多葛主义者最大的财富，就像深埋地下的树根，虽然不见天日，却支撑着整棵大树的生命。你在无人知晓的角落里坚持原则，就是在为自己的灵魂浇筑地基。然而，坚持恰当的行为并不意味着盲目地接受一切现状。斯多葛主义强调理性的判断，如果一份工作违背了道德底线，或者一段关系充满了毁灭性的毒素，那么这时的恰当的行为就不再是坚持，而是改变或离开。
理性会告诉我们什么时候该坚守阵地，什么时候该战略转移，关键在于这个决定必须是基于冷静的判断和对美德的追求，而不是基于恐惧或冲动的情绪。最后，我们要明白，恰当的行为是一种积累的艺术，它不是要求你明天就拯救世界，而是要求你在接下来的1小时内专注地完成手头的那件事，是由无数个恰当的当下连接起来，才构成了美好的一生。不要轻视微小的行动，正是这些微小的行动，像砖块一样筑起了你人格的宏伟大厦。现在，让我们准备进入更深层的探讨，看看如何利用这种力量去对抗现代生活更深层的恐惧与不确定性。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对恰当的行为的理解，将其从个人的行为准则扩展到与世界的连接。斯多葛学派有一个美丽的概念，叫做同理心或自我扩张。他想象人类的关注点像同心圆一样扩散，中心是自己，然后是家庭、社区，最后是整个人类。履行本分不仅仅是为了让自己心安，更是为了维护这些同心圆的稳定。当你在工作中解决一个棘手的问题时，你其实是在为这个巨大的社会机器注入润滑油。现代人的孤独感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切断了这种与整体的精神联系，将自己封闭在自私的孤岛上。重新看见你的行为对他人的隐形贡献，是治愈虚无感的良药。然而，现代生活最大的敌人不是艰难的任务，而是无处不在的分心。我们生活在一个注意力经济的时代，手机的每一次震动都在诱惑我们背离当下的本分。斯多葛主义强调专注，即保持时刻警觉的注意力。当你在撰写报告时却忍不住刷社交媒体，这不仅仅是效率的损失，更是对灵魂秩序的破坏。每一次的分心都是对你意志力的一次微小阉割。练习恰当的行为意味着要像守卫城池的士兵一样，捍卫你的注意力，不让无关紧要的信息垃圾入侵你的大脑。在这段时间里，除了你和你的任务，世界上的其他一切都不存在。这引出了另一个现代陷阱，对激情的过度崇拜。我们被告知要追随激情，这导致许多人一旦工作进入平淡期就想要逃离。但斯多葛学派告诉我们，激情是不可靠的生物冲动，而理性与责任才是恒久的导航。真正的成就感往往诞生于激情褪去后，依然坚持履行职责的那些枯燥时刻。就像一段长久的婚姻，不能只靠热恋期的荷尔蒙维持，更需要靠承诺与责任来经营。学会爱上无聊，在重复的动作中寻找禅意，这是区分业余爱好者与大师的分水岭。为了在充满变数的世界中安然履行职责，我们需要掌握斯多葛的预留条款，这是保护我们免受挫折打击的心理盾牌。当你计划做某事时，不要说我一定要成功，而要说如果命运允许，我将尽力做这件事。加上这个前提，你就承认了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如果项目失败了，或者航班取消了，你不会崩溃，因为这原本就在你的预算之内。你的目标不是改变世界，而是尽力去尝试改变世界。前者让你焦虑，后者让你无畏。这种微妙的认知转换，能让你即使在失败的废墟上，依然能优雅地站立。让我们直面当下流行的躺平或安静离职现象。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对资本剥削的反抗，但从斯多葛的角度看，如果这种心态导致你对自己的行为采取敷衍的态度，那么受伤最深的其实是你自己。当你决定混日子时，你是在主动降低自己的生命质量，你在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平庸、懒散、缺乏担当的人。斯多葛主义者追求卓越，不是为了老板的奖金，而是为了不辜负自己作为理性人的潜能。即便环境恶劣，我们也要像淤泥中的莲花一样，保持自身的洁净与挺拔。你的优秀是你对抗荒谬世界的最大武器。我们常常陷入与他人的比较之中，这也是偏离恰当的行为的主要原因。看到别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的光鲜亮丽，我们会觉得自己正在履行的职责是如此卑微。这时，请记住马可·奥勒留的教诲，不要浪费你的余生去空想别人的事，除非那能指向公众的利益。盯着别人的跑道看，
只会让你在自己的跑道上摔跤。每个人的剧本都是独一无二的，羡慕别人的角色毫无意义，专注于你手中的牌，把它打到极致，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的胜利。这一刻的专注，就是你与焦虑彻底断绝关系的时刻。在处理极度厌恶的任务时，我们可以尝试消极想象的变体应用。试想一下，如果你失去了现在的工作，失去了照顾家人的机会，失去了健康的身体，你会多么渴望能拥有现在这些烦恼。我们往往身在福中不知福，把拥有工作的机会当作负担。通过想象失去，我们会重新燃起对现有职责的珍惜之情。那份让你头疼的报告，其实是你拥有智力与机会的证明；那个让你操心的孩子，其实是你生命延续的奇迹。视角的转变能瞬间将抱怨转化为感恩。还有一种强大的工具是高空视角。当你被琐事压得喘不过气时，闭上眼睛，想象自己升到高空，俯瞰整个城市、国家、地球乃至宇宙。在浩瀚的时空长河中，你现在纠结的那个尴尬会议，那笔损失的钱，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微不足道。这并不是要导向虚无主义，而是要帮你剥离那些不必要的情绪重量。当你意识到一切都转瞬即逝，你反而能更轻松、更纯粹地去履行当下的职责。你不再是为了永恒而工作，而是为了此刻的安宁而行动。我们必须学会将服务重新定义为一种高贵的行为。在现代文化中，服务他人常被误解为低人一等，但在斯多葛哲学中，服务是最高尚的美德。罗马皇帝自视为帝国的第一仆人，将军与士兵同甘共苦。当你为客户提供服务，为家人准备晚餐时，不要觉得委屈，这是在践行人类互助的天性。你在编织社会互信的网络，你在传递善意。这种利他的行为，最终会反过来滋养你的内心，让你感受到深刻的价值感与归属感。此外，恰当的行为要求我们拥抱爱命运。这不仅仅是忍受命运，而是热爱命运给你安排的每一个细节，包括那些困难和痛苦。尼采深受斯多葛影响，他形容这是一种不希望任何事物有所不同的状态。当意外发生，打乱了你的计划，不要愤怒，把它当作命运给你出的新考题，你的职责随之改变，从按计划行事变成了应对突发状况。这种灵活性让斯多葛主义者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找到自己的立足点，他们永远不会失业，因为做正确的事，这个职位永远开放。为了检验我们的实践成果，我们需要建立夜间反思的习惯。塞涅卡每天睡前都会审视自己的灵魂，今天我治愈了什么毛病？我抵制了什么诱惑？我在哪里还可以做得更好？这不是自我批判的大会，而是像工匠检查作品一样客观的评估。如果你今天在某个时刻失控了，不要沉溺于愧疚，承认它，原谅自己，并制定明天的改进策略。这种持续的反馈循环是将哲学理念转化为肌肉记忆的关键步骤。我们还要注意，履行职责并不意味着要成为一个无情的工作机器。斯多葛主义非常重视友谊与休闲，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交谈，欣赏艺术与自然，这些也是生活赋予我们的美好职责。它们是灵魂的加油站。如果你因为过度工作而忽略了朋友，或者失去了欣赏美的能力，那你同样是在背离自然。恰当的行为追求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是在紧张的战斗与松弛的休息之间找到完美的节奏。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学会拒绝也是履行本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面临的选择太多，如果什么都想做，最终什么都做不好。斯多葛主义者懂得做减法，他们会无情地砍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社交、娱乐和杂物，只为了给核心职责留出空间。说不，不是冷漠，而是为了对更重要的事情说是。这需要极大的勇气，但这种勇气会换来宝贵的自由与专注。你的时间是你最珍贵的财产，不要让它被别人的期待随意瓜分。最后，要明白恰当的行为的实践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刚开始你会觉得很难，会不断的忘记、失败，这很正常。重要的是你是否愿意一次又一次的把注意力拉回来。每一次你选择了克制而不是放纵，选择了坚持而不是放弃。
你的大脑神经就在重塑，你的意志就在变强，你正在亲手雕刻一个更好的自己。这不是一蹴而就的奇迹，而是日积月累的工程。现在，我们已经装备了强大的心理工具，理解了本分与宇宙与他人的深层联系。我们看到了在平凡中孕育伟大的可能性，但是这一切最终都要归结为一个终极的问题：当死亡的阴影逼近时，我们该如何评价自己的一生？在最后一个板块中，我们将站在生命的终点回望，用死亡的视角来彻底照亮当下的路，为这次精神之旅画上一个震撼人心的句号。当我们站在时间的尽头回望，所有的琐碎与平庸都将展现出它们真实的意义。斯多葛主义最震撼人心的练习，记住你终将一死，并不是为了让我们陷入恐惧或虚无，而是为了赋予每一个恰当的行为以致高无上的紧迫感与神圣感。试想一下，如果这医生告诉你，你的生命只剩下最后24小时，你还会因为咖啡洒在衬衫上而暴跳如雷吗？你还会因为同事的一句无心之言而耿耿于怀吗？在死亡巨大的阴影面前，一切无关紧要的杂音都会瞬间审计，只剩下那些真正核心的职责、爱、宽恕以及认真地活过这一刻。死亡是一把剃刀，它剔除了生活中所有的虚伪与多余，让我们赤裸裸地面对本质。我们常常像将永生不死那样活着，肆意挥霍时间，把最好的状态留给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以后。我们想着，等我退休了，我就去享受生活；等我升职了，我就好好陪伴家人。但斯多葛学派冷峻地提醒我们，未来并不存在，你拥有的只有现在。如果你无法在今天，在此刻的职责中找到意义，那么你也永远无法在未来找到。每一天都是微缩的一生，每一次入睡都是一次小型的死亡。如果你能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把每一个本分行为都当作最后的绝唱来演绎，你的生命密度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就是将平庸转化为史诗的秘密武器。马可·奥勒留在战场的营帐中，在瘟疫肆虐的罗马，无数次地写下关于死亡的审思。他并没有因为生命的短暂而选择享乐，相反，他因此更加勤勉地履行皇帝的职责。他说，去做每一件事，就像它是你生命中的最后一件事一样。这不是一种沉重的负担，而是一种极致的解脱。当你洗碗时，把它当作生命中最后一次洗碗，你会感受到水的温度、瓷盘的质感，你会带着一种虔诚的敬意去完成它。这种绝唱心态能让最枯燥的工作散发出艺术的光辉，能让你在最平凡的瞬间触摸到永恒的边缘。从宏观的宇宙视角来看，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都只是浩瀚星河中一闪而过的火花。这听起来似乎令人沮丧，但对于斯多葛主义者来说，这正是尊严的来源。既然我们无法决定生命的长度，我们就要决定生命的宽度与深度。宇宙就像一场宏大的交响乐，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个音符。也许你不是负责高潮乐章的首席小提琴手，你也许只是一个在角落里敲击三角铁的配角，但如果那个敲三角铁的人因为觉得自己不重要而乱敲或者不敲，整首交响乐就会出现瑕疵。你的职责无论多么微小，都是维持宇宙和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你感到疲惫，想要放弃你的职责时，请抬头看看天空。太阳每天升起，从不厌倦；河流奔腾入海，从不抱怨路途遥远；蜜蜂采集花蜜，从不索取回报。大自然中的万物都在默默地履行自己的恰当的行为，从不质疑，从不懈怠。作为宇宙中唯一拥有理性的生物，人类如果因为懒惰或傲慢而拒绝履行本分，那是对自然法则的背叛，也是对自身天赋的浪费。我们要学会像太阳一样，不为了赞美而发光，只因为发光是我们的本性。我们要像大树一样，不为了行人的目光而生长，只因为扎根是我们的使命。这种回归本分的哲学，是对现代自恋文化的一剂解毒药。现代社会告诉我们，你是特别的，你值得拥有一切，这让我们变得脆弱且贪婪。斯多葛主义告诉我们，你只是宇宙的一部分，你的价值在于你的贡献。这种谦卑的视角反而带来了强大的力量。当你不再执着于证明自己特别，
而是专注于让自己的行为恰当，你就卸下了沉重的自我包袱。你不再需要向世界索取认可，因为你知道完成职责本身就是最高的奖赏。内心的宁静不是来自外界的掌声，而是来自深夜扪心自问时那句我已尽力，我无愧于心。我们必须重新定义什么是真正的英雄。在斯多葛的眼中，英雄不是那些在电影里拯救世界的超人，而是那些在现实生活中顶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依然每天按时起床，认真工作，耐心教导孩子，温柔对待伴侣的普通人。是那些在没人看见的角落依然坚守道德底线，拒绝同流合污的政治者。每一次你克制了爆发的怒火，每一次你战胜了想偷懒的念头，每一次你在疲惫中依然选择了善良，你就是在进行一场伟大的灵魂战役。这些微不足道的胜利汇聚起来，就铸就了你人格的丰碑。现在我想邀请你进行一个思维实验，这将是你开始实践恰当的行为的第一步。明天早晨，当你睁开眼睛的那一刻，不要像往常一样在心里抱怨又要开始痛苦的一天了。相反，请在心里默念这句话：今天我以此身躯，以此灵魂，重新加入宇宙的运转。我将遇到前扰、忘恩负义和混乱，但这一切都是我修行的道场。我将拥抱我的职责，就像拥抱一位久违的老友。带住这种主动的意愿起床，你会发现空气似乎都变得清新了，那种被动挨打的无力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战士出指般的昂扬。接着，在一天的工作中，请尝试建立神圣区隔。当你开始一项任务时，无论是写代码还是切洋葱，告诉自己，接下来的这段时间是属于这项任务的神圣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切断一切干扰，将全部的注意力倾注其中。不要去想做完这件事能赚多少钱，也不要去想别人会怎么评价，只关注动作本身的质量。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全神贯注于当下时，时间的流逝感会改变，焦虑会消失，你会进入一种心流的状态。这就是恰当的行为带给我们的礼物，在劳作中获得的极致禅悦。如果在实践过程中你失败了，如果你又发脾气了，或者又拖延了，请千万不要陷入自我厌恶的泥潭。斯多葛主义是关于进步的哲学，不是关于完美的宗教。跌倒了，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尘，继续前行。马可·奥勒留也曾在日记中无数次责备自己，但他从未放弃。每一次的失败都是一次宝贵的反馈，他告诉你哪里的肌肉还不够强壮，哪里的防线还需要加固。只要你还在尝试，只要你还走在尽本分的路上，你就没有输。真正的失败只有一种，那就是彻底放弃对美德的追求，随波逐流。我们还要学会将我们的职责延伸到更广阔的领域。当你在互联网上发言时，你的恰当的行为是传播理性与友善，而不是制造仇恨与对立。当你作为消费者时，你的恰当的行为是支持环保与公平，而不是助长浪费与剥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微小选择，都在投票决定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未来。不要觉得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大海正是由无数滴水组成的。当我们每个人都能守住自己的本分，哪怕只是一点点，整个社会的道德水位就会上升，文明的堤坝就会更加稳固。你也许会问，这样活着会不会太累？会不会失去乐趣？相信我，真正的快乐并不来自感官的放纵，那是动物性的快乐，转瞬即逝且伴随着空虚。人类特有的快乐来自于理性的运用和美德的实践。当你克服了懒惰，完成了一项艰巨的任务，那种从心底涌出的成就感和踏实感是任何娱乐都无法替代的。那是一种深刻的、持久的喜悦，它让你感觉到自己真正的活着，感觉到自己对生活拥有掌控权。斯多葛主义不是要剥夺你的快乐，而是要教你品尝更高级、更纯粹的快乐。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恰当的行为是我们唯一能抓得住的救命稻草。经济可能会崩溃，战争可能会爆发，流行病可能会肆虐，这些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外。但如何回应永远在我们的手中。无论外面的世界如何风雨飘摇，只要我们坚守内心的秩序，
只要我们专注于手头的职责，我们就能在混乱中构建起一座坚不可摧的内在城堡。在这座城堡里，我们是绝对的君王，任何外力都无法侵犯我们的灵魂自由。这才是真正的安全感，这才是真正的不可战胜。亲爱的朋友，这段旅程即将结束，但你的实践才刚刚开始。斯多葛哲学不是用来听的，是用来活的。不要把这些话语仅仅当作心灵鸡汤，听完就忘。要把这个视频当作一个行动的号角，一个改变的契约。从放下手机的那一刻起，去寻找你眼前的第一个职责。也许是整理凌乱的桌面，也许是给父母打个电话，也许是完成那个拖延已久的计划。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灵感，直接行动。在行动中，你会找到答案；在责任中，你会找到自由。如果你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准备好在平凡的日常中磨练你不凡的灵魂，请在评论区写下我接受我的职责，我拥抱我的命运。这不仅是一条评论，这是你对自己、对宇宙许下的庄严承诺。让这句话成为你新的座右铭。当你在生活中遇到困难想退缩时，回来看看这份承诺，它会给你无穷的力量。我们是一个追求智慧的社群，你的每一次参与都在壮大理性的声音。如果你希望在斯多葛主义的道路上走得更远，希望获得更多关于心理韧性、情绪掌控和人生智慧的工具，请务必订阅这个频道并开启通知。我们不贩卖焦虑，我们只提供穿透迷雾的灯塔。在未来的视频中，我们将继续挖掘古老智慧的宝藏，以此来武装现代人的头脑。这是一条少有人走的路，但因为有你的同行，我们并不孤单。让我们一起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做一个清醒的思考者，做一个坚定的行动者。最后，我想用艾比克泰德的一句话作为我们今天的结语，请将它铭刻在心。对于这一生，我们要像参加宴会一样，当盘子传到你面前，伸出手，适度的取一份。如果它从你面前经过，不要拦截；如果它还没到，不要焦急的张望，而是耐心的等待。这就是恰当的行为的优雅姿态，不贪婪，不焦虑，不逃避。无论命运端给你的是美酒还是苦酒，优雅的接过它，尽职的喝下它，然后微笑着继续你的角色。这就是你的人生剧本，笔就在你手中，下一场戏由你开演。再见，愿理性与你同在，愿你在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能瞥见伟大。